在这个床和窗墙壁之间呢，就是我的工作区。这个地方呢看起来有点挤，其实呢实在是因为这个椅子太大了。那一个椅子还好一点，但是那个比较单薄了，我还是喜欢坐这个比较舒服。其实刚刚好啦，不会很挤。我电脑是 MacBook Pro 13寸的，然后用 HDMI 的线接电视，这样的，懂了吧？好，这个抽屉呢就是一些常用的线材，各种线啊、耳机，还有这一台 MacBook Air 是小米的，也是13寸的，这一台更薄，而且是玫瑰金，它选的这个皮套呢非常棒。好，现在给大家介绍我的工作设备，除了 MacBook Pro 呢，还有就是我的 iPad Pro 10.5寸的，非常好用。这一台是256G WiFi 的，我用来写画画就是这个 Paper。它里面就是一本书，比如说这个高雄本地人最爱的美食啊，如果大家有看我这一期节目啊，这个就是我的分镜脚本，就是我每个镜头我想要什么样的，然后它的台词是什么。其中还有几个在讨论中受伤住院。我是用这个 Apple Pencil， 非常好用，如果你用过你就知道了。接下来就介绍你了，好。接下来就是介绍你啦，你就是一台 Sony 的 A73， 上面的麦克风是 Deity 的麦克风，我觉得蛮棒的，它是用充电式的，不是换电池的，这是我很喜欢的地方，而且它可以跟随相机的开关操作麦克风的开关。现在镜头是由2段组成的，后面是索尼的16毫米广角镜，俗称的饼干镜头，然后前面这一个是超广角转接镜，加上前面这一个呢，整体你现在看到的就会非常宽。我现在用这个索尼 A73 呢，它没有翻转荧幕，不是说没有翻转屏幕就不能自拍的，你一定要对这个相机还有镜头呢非常熟悉。比如说我现在对这个相机的掌握呢，就差不多是这样，我知道我现在头在中间，如果往这还能看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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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我的边缘了。所以你有听过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剑人合一吗？舞刀弄剑的剑。所以如果你对相机和镜头呢真的非常了解，你是完全不需要翻转自拍荧幕的。除了有我现在用的这一颗呢超广角镜，我还有一个 Sony 的18-105，它最特别的地方呢，它是电子内变焦镜头。电子就是不是靠物理的扭那个变焦环来变焦的，上是放大，下是缩小，你可以通过推拉的幅度来控制它变焦的速度。而且这个电子变焦呢，它是非常顺滑的一个变焦，完全不会像你要扭那个变焦环，而且它是内变焦。为什么内变焦对我来说这么重要呢？这个是智云的 VBO Lab 3轴电子稳定器。当你接上稳定器的时候呢，那个相机的中心点一定要在中间，这样它才可以平衡，稳定器才能发挥最大效能。如果不是内变焦的镜头，当你变焦的时候，镜头可能会变长或者变短，这样就会影响了整个相机的平衡点。所以这个它是采用内变焦的，外部的长度完全不会发生变化，所以它基本上是不会影响这个相机整体的中心点，还有它的杠杆的这个利弊。所以它是在稳定器拍摄视频中非常好用的一颗镜头。然后接下来这一颗就是 Sony 的50毫米 1.8 光圈镜头，它适合在光线暗的地方，或者是拍非常虚化背景来凸显视频主体的时候非常好用。所以这3颗镜头呢都是各有各的特色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智云的 VBO Lab 3轴稳定器，在这个稳定器系列中它算是小巧的，而且它功能非常好，把支撑杆插在这里变成提把式稳定器，这样你就可以拍超低角度的镜头。无人机这一台是 Mavic Air， 对，它是折叠款的，所以它非常小，非常轻便。应该是近1年内我的空拍镜头啊都是用这一台去拍的。但我之前还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Mavic Air， 但是那一台在巴厘岛已经撞在悬崖上坠海身亡了。请看他临死之前记录下来的画面。虽然我现在算是自认为全民 Party 的代言人，自从用了全民 Party， 腰不酸，腿不疼了。但是这个麦克风呢，它是唱吧麦克风，你看还有个唱字，是充电式电容麦，专门接手机，非常好用。但是我发现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在用唱吧 APP 的时候呢，它声音音质非常好，但是你换到全民 K 歌还是其他的 APP， 好像总是觉得不太好。这个 LED 的补光灯呢非常亮，我很喜欢，有什么缺光的地方把它打开就对了。
它既可以放电池，也可以直接接电源，非常实用。放8颗电池同时充电的充电器，它可以充3A 和2A 的，是中国叫做5号、7号。这个闪光灯不用介绍吧，因为你们也不会想知道。接下来这个呢是一个 CPL 滤镜，就是 Circular Polarization Lens Filter， 应该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配这一颗镜头的口径使用的。CPL 的功能就是可以过滤一切反光的东西。当你要拍一个橱窗或者是拍一个湖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橱窗反光，还有湖面也会反光，或者你拍一碗汤面的时候，那个汤也会反光，所以用这一颗就可以把反光的地方过滤掉，直接看穿事物的本质。就算你有时候肉眼你都没有办法看穿过去，但是你用这一颗滤镜就可以直接看过去，超棒的。这个袋子呢是我的手机袋，里面装的都是我的手机。我这3台呢都是 iPhone 6。其实我平时完全都没有带手机出门的，这3台放在家，可能收验证码之类的。你看我的这个颜色是不是收集齐了呢？还有别的颜色，我要收全套 iPhone 6。这个是 X Key， 当当当，键盘式的 MIDI controller， 就是控制电子音乐控制器，可以这么翻译吧。它这个主体呢都是用铝合金做的，非常轻便，而且非常的薄。它是用 micro USB 接头接电脑就可以使用的。这个 X Key 它最棒的地方呢，它除了按下去会根据你按的力度发出大小不同的音以外呢，它还有一个叫做 Post。你按下去以后呢，然后你再进行力度的变更，比如像这样，它都会有后续的控制。尤其是当你做电子乐的时候啊，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，你就不用一直调那个 automation。好，接下来到这个宝箱了，我其实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都是小咪帮我收的，惊喜不惊喜？相机啊，手机的支架，这个是小版的，这个是稳定器上带的，小米的蓝牙手机自拍杆。然后它可以拉长，跟我最有感情，这是我第一个自拍杆吧。以前用的相机是 Sony 的 RX130，所以比较小，而且会换运动相机，所以它完全就可以驾驭。它跟我上山下海无数次。它下海的时候有一个缺点，下去以后呢，它里面会有一些空气，然后它的泡泡就一直冒，你的运动相机录到的声音就是一直到它的泡泡冒光了，差不多要3-4分钟吧，你才能收到正常的海底的声音。虽然说海底也没什么声音好收，但是有时候就是想听海的呼吸。Blue Yeti， 这个是桌面上电脑用的录音的电容麦克风，废话肯定是录音的，非常推荐这一颗。麦克风的防喷罩，如果你是真正的在中国的旅游达人的话，你就知道这2个是什么东西了。M 就是马蜂窝，中国最大的旅游社交媒体网站。因为我是马蜂窝旅游攻略区的达人，所以我有很多它的周边产品。青岛家里还有它的好几个它的枕头啊、颈枕啊、其他的包包、徽章一大堆，还有毛巾，好像这个是空的了。它这个小包很棒，它做工也很好。这个就是我的移动硬碟了，这个是我最早的1T 的机械式的硬碟，现在呢就是用来储存一些资料用的。因为如果要剪片的话，我都是用这个或者是这个是128G 的固态硬碟，1-2个月前在高雄的日本桥买的，这个是512G 的。因为如果要剪片的内容放在里面剪的话呢，一定要速度够快，因为我以前曾经用过这个机械式硬碟，它读写的速度比较慢，在这上面剪片呢，你每做一个动作，比如说你打一个字，你都要等3-4秒你才能继续打下一个字，所以完全不行，一定要用固态硬碟来剪片。这个是可以夹摩托车或者是夹各种铁棍上的支架啦，上面可以加相机。然后我还有一个 Rode 麦克风，里面是 Rode 麦克风，外面是 Yeti 的这个海绵套所以这个麦克风也就一直放着没用。但是我要先告诉你，它经常会收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这个是小蚁 4K 运动相机，它上次小咪带去哈尔滨的时候呢，荧幕裂了。如果换一个新的荧幕呢，我查了淘宝的价钱是人民币600多，700人民币吧。但是买一台全新的机器呢，也就700-800。我们现在在考虑买另一台，就是 Insta360的 One R。
其实我蛮想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剪片的，整个这个工作流程是怎么制作出来的，就好像我喜欢分享我音乐的一些心得一样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我自认为啦，我的总结能力是超强的。我一旦经历了一件事，我很快就会总结出它的一些重点到底在哪，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就去掉。关于我的事，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？如果你想知道，请给我留言，然后帮你的留言拉到7个赞，我就把它安排到日程里，然后拍出来。平时这个台灯呢，我都是照着墙壁的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。我们搬了新家呢，总算是现在安顿下来了，我可以静下心思来工作了。因为现在在计划以一种不同的方式，把高雄介绍给全世界朋友的片，希望它会很棒。到时候也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。后会有期。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，我最早开始做 video 是做音乐的，因为我总是觉得音乐频道的观众呢，跟我现在这个生活频道的观众，它是不同人群，所以我就把2个频道分开了。大部分我还是在教弹琴和唱歌，真正有兴趣而且已经入了一点门的朋友呢，他们才看得懂。我教唱歌的系列影片呢，播放应该有超过200万，非常棒哦，大家一定要去看。